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第三代小光环的 Myvi 已经推出好几个月了，今天我就邀请车主来和我一起试驾他的第三代小光环的 Myvi， 顺便分享一下车主对他的车子有些什么缺点。当然，我也会分享一下对于三代版的 Myvi 还有些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内容之前，就请麻烦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也谢谢你们支持。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上路试驾这辆三代版的 Myvi 吧 ，Let's go。今天陪我试驾的车主就是 Rider APH， 没错。讲 Myvi 三代半的车主的话，我相信应该有观众朋友应该是猜到是谁了。没有错，就是我。是，所以其实之前你也有做了关于这辆车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那天讲的就是这个椅子哦，那个好像 Baby Seat 的那个椅子。对。然后那个乘坐感，然后 steering 不够。它的那个可调整，对，再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啊 ？camera 那个行车记录器，还有一个是什么啊？这个反光我记了，我去做一下功课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谈他们，谈其他的，我们谈其他的缺点，可以，好，没有问题。首先我们一步一步来，但是在还没有开始今天内容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已经有戴好套了没有？戴套。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内容会被一些粉丝去就是 Perodua 铁粉，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因为我是车主，对，好，车主自己讲车主的这个车款的坏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是，好，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要套的话，我 back 后面有一个啦 ，OK， 来拉一下。你觉得在外观方面，你这辆三代半的 Myvi 有什么可以进步，还是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其实外观整体我觉得已经 OK 了，车头灯也很好看，是 bumper design 我觉得可以接受，比较觉得有点不能接受的就是后面的 bumper 的两个黑黑的 plastic。那个感觉很违和感很重的是吧？对，我觉得它可能是本来啦要放什么 reflector 还是什么东西，可是最后他们的 budget 算一下，就把它变成两个凸出来的黑色 plastic。哇，我觉得很丑啦。OK， 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也是你提起我们在小组里面谈论到这个问题。平时我们看Perodua他们这些概念图哇，很惊艳，对 ，very good， 是 very 好看。概念不用本钱嘛。对，然后一到实际情况出来时，悲逆，一量产的时候就直接哇，为什么这样子？对，就好像我个人觉得啦，外观哇，你不能接受啊。不是，我突然看到 GR Yaris， 我有点吓到一下。所以外观来讲的话，不可以接受。我觉得它的外观很好看，但是它的那个 daylight 那个 cover 车身是黑色的话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白车，那两个看起来很短落。对，就很突兀。两个大立出来，然后 daylight 小个。对，那种违和感很重。是我个人觉得啦，Perodua如果可以做成好像三代的那个 Vios那个小改款过后，它不是 daylight 过后有一个小 cover 那个就很好看，它就比较一体式的感觉，不会好像这个是另外像 Lego 一样斗上去这样的感觉对，这个就真的是很像放上去这样子。即使是如果没有 daylight 的话，它那个 cover 你会觉得好像也是很假这样子，很凸出来啊。对啊，所以就觉得好像感觉上好像是被另外安装上去这样的感觉有那种感觉对，是。然后后尾的那个 bumper 我也是有跟你同样的感觉，它应该是被 cut cost cut 掉了。它可能本来是 reflector， 或者本来真的是灯，可能是 fog lamp 还是怎样。我觉得可能搞不好Perodua是跟你讲，我要让这些 accessory 老有钱赚这个东西我觉得之后一定会出第三方的，就是2条 reflector 或者2条 LED 灯，我觉得一定会有。是，现在我们讲内饰哦。对于内饰来讲的话，一辆不到6万块钱的车，我觉得就这样子啦。Perodua内饰一路来都没有什么太过大的改变，它的用料都是这样子啦对，hard plastic 啦。它 hard plastic 还不用紧，它的 hard plastic 是你摸起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薄的 plastic。是，然后我们拍那些review 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些 display 车它有一些小问题，细节上的小问题，就是之前那个闪瞎你3000那个 chrome 边现在变成那个红色了嘛。然后他们有一些做到好像它的那个收口水口做到不美，就一 key 的感觉。皱这样子，有牙齿，就好像我们以前玩那种塑料模型你买那种Bandai跟中国版的那种差别日本正品跟中国版的它的那个收口你就看得到差别。是，
当然我们就不太排除到底是 display car 才会这样子的问题，还是实际车主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当然，如果实际车主你们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因为可能 display car 们就用到比较，可能就他们刚开始生产的时候，那个模具还没有这样美啊，就拿来做 display car，可能啊，可能。但至少我的车是看到收口还 OK 的。对对对，其实之前我还发现在，不是MyV啊，阿迪巴的时候，我去看阿迪巴的 showroom 车的时候，AB 版本它的那个 handle 是不是那种 chrome 的啊？对，它的水口竟然也没有收好，会有那种割手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有一条线，就还蛮明显的线。对，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虽然讲这辆车它的价钱真的是属于那种很平民、很大众化的车，但是如果可以在这种细节方面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起有些怎样，不要摆烂啊讲，我就是这样子的价钱的车，你要怎样哦，是不是？对。还是有些网民讲，才60千的车你要怎样哦？是。但是这些细节方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避免掉的。就这种小的 defect 方面，因为如果你做得很熟练，这样不会割手，我觉得是你一个在坐车里面。这种心态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就想我要把这些东西做到很完美，这些细节很完善，不会有这种问题让人家发现，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可能做东西方面，可能这一点可能就要向日本人多多学习，匠人精神。对，匠人精神没有错。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马来西亚的，我觉得啦，好像 Proton、Prodo， 他们应该都会把很多这种 plastic part 外包给其他厂商，外面的一些第三方厂商来做 OEM。所以价钱方面，他们这个车要卖便宜嘛，所以价钱方面他应该也会压他们。对，所以第三方厂商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我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什么赚钱了，我就随便一点点了。是搞不好也不只是第三方可能有第三、第四、第五方也不一定。是，我觉得我听过这个故事啊。但是什么牌子都不讲就是我 bus 给你做你 bus 给别人做。是，好像 OK， 我这个东西开价是100块钱，然后我想100块钱没有赚钱，然后我再 pass 给人家做了，我赚20块就好，我给你80块的 budget 你去做，然后第三个就讲80块没有 budget， 再 pass 给第四个做，第四个不会再 pass 了嘛，就小懒做一个60块钱的一个东西出来，变成用100块买了一个60块的东西，是，然后中间就不用做，就赚咯。对，trading 是，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制造行业里面真的是要进步了。对，因为真的不可以讲这辆车是一个60万的不60万讲错，60千的车，60千的车就做成这样子啊，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细节的部分。对，然后再来这个椅子，其实我觉得。MyV 3代版的椅子真的跟你讲了，我觉得它有点嚣张对，其实也不只是3代版，3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对，是，其实它跟3代是一样的 pattern， 一样的形状，只是颜色不一样，就是拿去包皮啊。对，然后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画面上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肩膀是已经超过这个椅子了，没有肩膀的 support， 是，然后大腿的 support 其实也不好。对，在开长途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好像坐在一个很平面的东西上面。就那种 plastic 塑料椅的感觉。是，3代的 MyV 嘛，1、2、3代的 MyV。你比较喜欢坐哪一代的 MyV？ 第一代、第二代的椅子我都觉得 OK。就是初代 MyV 跟 Lagi Power、Lagi Best 的椅子我都觉得好过3代跟3代半的椅子。是，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啊，第一代我家里有嘛，但是第一代的椅子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坐在大沙发。但是没有任何那种乘坐感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就软的一个沙发样子。然后第二代的 MyV 它的椅子就比较有乘坐感，因为它有些那种可能腰部的那种设计啊，然后比较有点立体感啊，让你坐起来比较好像有点支撑性的感觉。对。但是到了第3代，它的这个椅子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黑人大战小萝莉对，就是我们整个人会比那个椅子大个。对。就你想象一下画面，黑人大战小萝莉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OK， 自己脑补啊。其实2代的时候啦，他们的官方的 brochure 在介绍那张椅子的时候是标注那张椅子是 half bucket seat。Lagi Power、Lagi Best 的时候是因为我家里其实有一台嘛，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要买那台车的时候，我还很留意那些东西。好，再来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啦，这辆车6万块不到，
有这些进阶式的功能。当然 ACC 自动跟车是，我相信你也时常在用。对，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对比啦。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旗下有这些功能的车，B segment 来讲的话，好像没记错就是 CD 对 RS。CD RS。Vios 到现在还没有 ACC 跟车。没有 ，Vios 只有 Pre Collision。对，所以我们不讲价位啦，因为价位来讲真是没有比的，因为没有办法比啊，因为一辆是日系车，一辆是国产车。但是我们讲一下功能性来讲的话，你觉得对比起 CD 来讲，之前你也驾过 CD RS 了吧？对。你觉得它的那个功能性来讲的话，哪一个会比较灵敏 ？OK， 抛开品牌，抛开价钱，我们单拿这个 ACC 来讲的话啦，Honda 的，sorry， 我又讲品牌了 ，OK，就不理那个品牌啦。但是我在开 Honda CD 的时候，我用它的 ACC 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它的加速表现，它的刹车的时候，感觉是比较线性的，就好像真的是有一个老司机在帮你踩刹车，帮你补油门。那 MyV 的呢？我们在城市用慢速的时候 setting 起来，你感觉还 OK， 因为大家都属于一个慢速。但是当你上了高速过后，你前面的车突然间走掉，前面没有 object 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爆冲的那种情况。就是汽油版本的那种车会有爆冲的情况啊。对，我觉得不只是 MyV 有这样子问题，其实之前我是 Corolla Cross，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汽油版本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 Honda Sensing 他们在调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调教到比较人性化一点，是比较有感觉得到那一种线性加速、线性刹车。但是 Brodor 的就加速、减速就这样子开跟关，它没有中间的那个间断比较少。这样它的那个 brake 那些呢？自动刹车那些呢？讲到自动刹车，曾经就一次我在巴西古丹Highway，突然间有一辆车就这样，它在从另外一条路 U 蹬进来我的这条路，然后马上 cross 来我的 lane， 是，然后当下我是有用我自己的经验去踩它那个刹车，可是这辆车它自己介入它的紧急刹车，是，它帮我几乎停到完。其实当下我感觉的是更加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怕我停到完后面撞我。就好像现在咯。就好像现在，他突然刹停一下，但是前面没有车。对。有刚才那个 CD 进来，他就马上停，然后现在他又有点想要爆冲了。是，开始要拉高转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可能逻辑上面没有这样理想，演算法跟逻辑方面没有这样理想。是。OK， 好了，所以今天对于这辆车，我们总结一下啦。我觉得啦，车子是看人，不管它是200千还是60多千的车子，只要这辆车适合你，就是一辆好车子。然后对于这辆车，其实可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心得体验，我们觉得它不好的部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车主自己去 showroom 去试驾过后，才真正的可以去了解到这辆车是不是他想要的一辆车子。对，是，就像我每次讲的啦，没有完美的车的，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是，所以对于 MyV 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自行到本土的 showroom 去找，可能之前什么卡门啊，还是麦车妹啊，我们帮他打广告了啊。等下给他收一点那个广告费，去试驾了哈。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阿豪来跟我们分享这辆3代半的 MyV 的缺点。对，我们没有讲优点，我们讲缺点。我们讲缺点。所以你们要什么鬼的话尽管来了。已经穿好套了。已经套好了。对，好，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